岳母。四姑爷，我家墨兰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未给小婿添麻烦。啊，那就好。明兰，将军，大娘子好。将军，我家明兰没给你添麻烦吧？明兰知理懂事，温雅贤良，顾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她。哎，那就好。哎呀，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成家，我这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。啊，你们没见过我娘家姐姐吧？你们该叫康姨母的。这就是我同你说的康姨母。姨母万安。嗯。听说四姑爷新添了位千金，可喜可贺呀！待会儿回去时，我这里有一封红包，给小外孙女儿。谢岳母。行了，你们出去喝茶，吃点果子，等着用饭吧。哎，走。四姐姐不是花胎了吗？怎么？自然不是她生的了，是四姐夫结婚前养在家里的那个春科生的。听说还是难产呢，孩子太大了，差点没生出来。什么？没有，宁是现在春风得意，耳朵也不好使了。我是觉得这事儿太稀奇了，我怕听错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四姐姐，什么时候生个大胖小子呀？瞧瞧你们家六姑娘，高嫁了侯府，回到娘家都摆起架子来了。没有啊，两个不都多恭敬的吗？你看他们刚才那嘀嘀咕咕样，简直就没把你这大娘子放在眼里。谁让人家现在是侯府的娘子了？这六姑爷可是当今朝堂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手眼通天，全是正圣，了不起。那还反了他啦？这嫁得再高，不也是你手底下长起的姑娘？怎么也得给她点颜色看看。算了，出了以后，如兰姑爷的前程还要靠六姑爷多照应。你怕他，我可不怕。我自然有好果子给他吃。禀大娘子，饭摆好了，就在偏厅，外边是郎君们一桌，里边女眷一桌。姐姐用饭吧。来，大伙儿用饭去吧。你等会儿，母亲这儿还没出来。不是说应酬两句就会寿人堂的，你祖母还等着你吃饭聊天呢。平日也就算了，今日不是我大娘子的姐姐康姨母也在吗？这位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指不定又要搬出什么是非呢。没事儿，祖母见我没去，肯定会派人来救我的。这是我们祖孙观应的纪念。这第一杯酒，我先敬大娘子。明兰幼时病弱，若无大娘子悉心照料，恐不能站在这里。明兰在这里谢过大娘子了。哎呀，那看你这孩子，自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，你快坐下。
你打小就听话懂事儿，比这几个大的都叫人省心，叫我如何不疼你呢？妹妹啊，你家这几个姑娘，如今最有出息的就是明姑娘了。以后家里啊，需要你的地方怕是不少。你可要记着你母亲对你的好，可不能忘本啊。姨母交信的事，明兰记下了。如今啊，你家的最好，你家姑爷又最有本事，你可别忘了多提携提携你那2个姐夫。姨母说这是哪里的话呀？跟他我这4姐姐，姐夫乃是伯爵公子，前程远大；五姐夫乃是新科进士，文官清流，哪一位都比我们家那位五夫可强多了。日后还要指望2位姐夫多多指点才是。六妹妹，你这是心眼实没听出来呀？这康姨母的意思是说，以后还要叫你多提携提携她的女婿呢。住口！不许在长辈面前搬弄是非。快吃饭吧。若说提携，那可就远了。明兰从小受父母教诲，知道人生最要紧的便是要知恩图报。对明兰好的，明兰自会报答。姨母不提，明兰也有本账，一笔一笔的都记着呢。六姑娘，咱们老太太问你吃好了没有？若是好了，请到寿安堂听训话。啊，去吧。祖母，哎呦，您这救兵来的真及时，不然我还要在大娘子和康姨妈的迷魂阵里出不来呢。快快来！哎呦，一直等着你，等得我肚子都饿了。快，坐下吃饭。哎呦，吃，喜欢吃什么？老太太呀，有多久没这么高兴了？是啊，不过才2日，哎呀，一日无见如隔3秋。哎呀，这都多少个秋了？您定是想我想的相思病出来了吧？没办法，谁叫我这么招人疼呢？哎呦天爷，可了不得！你在顾家也这样？在婆家也这样？人家该说咱们盛家没有家教。您放心，孙女婿事事都照顾着我。他们家人谁敢欺负我？他护着你啊？那我问问，你们府上现在何人管事啊？我还没打听过。府上的房子园舍可好？听说那原是先帝重臣的宅子，荒了快有10年了，是否需要修缮呢？他就带我去园子里转了一圈，修缮的事儿不知道。那你府上现在的定产是多少？也不知道。好，你看看，我把你教成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，出了科以后，被男人藏在屋里头，什么都不让管，丢不丢人呐？您不知道，他们家那园子太大了，光是伺候我们的，算算都有50来个人呢。我一想到要打理他们家这些事儿，我就想睡觉。你姑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，生平最恨受人掣肘。但凡这样性子的男人，你千万不能跟他硬来。不过你也硬不过他。
他何止应了，他还训长辈的话呢。哦，他虽护着你，可你也不能过分依赖。咱们做女人的，终究是要自己撑得住。一，手里要有钱；二，身边要有心腹，这日子才能过得自在。从他做的几件事情来看，他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男人。你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跟他明说，千万别藏着掖着的假扮贤惠，那样你们夫妻反生隔阂。听明白啦？他全是青天，喜怒无常。好的时候特别好，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脾气一上来，也是特别凶，吓人的很。我也不敢多说一句，万一哪句说错了，得罪了他，同一个屋檐下，这不日子就难过了。姑娘，现在就走啊？不多待一会儿了。祖母午睡了，现在不走，大娘子不说什么，那康姨母指不定又来找东找西的。回来的日子多的是。父亲回来了，父亲万安。你回趟娘家摆的什么架子？停车！停！丹君、小桃，你俩下来，我有话跟大娘子说。你不是骑马吗？你从盛家出来就闷闷不乐，我看出来了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是肚子里有些积食，我下车跟马车走走便好。走什么呀？是不是岳父见了你了？哼！你有什么事儿？你要是瞒着我，被我查出来了，我天天给你上完妆、画完眉毛才让你出门。没事儿，其实父亲今天训斥我，说我近日回门，咱们排场太大，太过于张扬。我不知规劝你，还洋洋自得。哎呀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哪儿张扬了？要张扬也是我张扬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本是个庶女，能嫁给你也就罢了，不好太过于张扬，那不好事全让我给占了。事有不平，必生怨怼。怼什么？谁敢怼你？谁怼你我就怼他，看谁敢欺负你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所谓和光同尘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最好大家都过得差不多。我不好显得太个别了，这是一则。二来呢，我若在你面前显得太有体面，那回头他们都找我求你办事儿，什么升官考绩，外放举荐，
拉拉杂杂的，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？我觉得你吧说的有道理。那日后我在你娘家人面前就别这么护着你了，最好显得凶巴巴的才。还这么凶巴巴的？不是，我这凶巴巴的，你这面子在哪儿？里子都有了，面子就算了。外头看着我，在你手底下讨生活不容易，没准儿，反倒待我更好了呢。好，我就撕一张白白嫩嫩的小羊羔皮子，给你这只小狐狸披上，就一劳永逸了。当初在扬州的时候，我曾帮过你，你送过我一副护膝，到现在还在箱子里头搁着呢。我在家里看到了，我心里一直都是感激你的。那你能不能还我一个人情，帮我一个忙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？必须是真心话。当日要给我纳妾的时候，你是真心不在意，还是因为刚嫁过来想装一个贤惠的样子？你宁可罔顾官家，要我们一家团圆的意思。你要搬出别院，还替我打发了红绡，为我免去很多尴尬。这么保护我，待我好，你心里是明白的。这都小事儿。不是小事儿。我祖母曾说贺家哥好，可是当曹家来逼迫我的时候，他明晓得我不乐意，还让我一个女儿家自取命苦。面对曹家姑娘，我是说对了也是错。可你不一样，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，但凡有你在，我总能得一个公平。其实，我也只是想要个公平。哎，你们仔细着点儿，轻拿轻放。哎，对。二哥两口子还真不怕外头说闲话，这是说搬就搬呢。有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，搬个家又算什么？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庶女了，能演会装，识字记账都不在话下，怪不得老二那时候铁了心要娶。你俩可要当心了，你婆母说不定还琢磨什么坏主意呢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呗。大娘子说得好，我们替大娘子看着。我让你物色的人都怎么样了？早就等着大娘子差遣，都是今年在咱们家做熟的老人了，对大娘子啊，都忠心不二。我估摸着4房5房这几天也应该有些动静。到时候隔着一扇墙，咱只管看戏。
娘子累着了。哎，打仗也没这么累。胡说，打仗可比这个累10倍。好，这个累，这个累。人人都问我，这个东西放哪儿，那个东西摆哪儿。我让他们去问蛋菊和翠微，结果他们2个也反过来问我。也怪我军务繁忙，抽不得身，让娘子受累了。嘴上说说，自然容易。娘子，小的这就给娘子松松筋骨。不过呀，这横竖，明日你不用再去府上给那位请安了。想睡多久睡多久，直接睡到上午，多谢谢。娘子，我饿了，咱没吃晚饭呢。要不行，咱换个地方，去吃千春楼的全鱼宴怎么样？我不吃了，我实在太困了。那怎么行呢？不行，不能睡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明儿再说成不成？我实在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好，娘子，就说几句啊，就说几句，乖了啊。等着。来，看看。哎呀，怎么又有账本要看呀？我不行了，我脑袋疼。好，账本可以明天看，但我今儿得把事儿先跟你说。我一直在外，也刚刚立府不久，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人，基本上都是官家赏赐来的。这些人，要不就是罪臣伐木而来的，要不就之前就是签了卖身契的，都没什么根基。你看看，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咱就发卖了。不过，大房和4房、5房发来几个人，你可千万得小心了。谁？什么时候送过来的？我离开侯府的时候，没有人知会我呀。知会你不就给了你拒收的理由了吗？到时候，你再去加赐一跪，那大娘子如何收场？所以我看他们是想来一个先斩后奏，把人送过来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。我怎么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娘子，这些个账目啊，都是府里的账单和明细。你明儿看一看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问我帐下的师爷。最关键，赶紧把大房和4房、5房安排来几个人给打发了，别留以后患。没那么简单呀，我的古大将军。天子尚且要畏惧百姓的悠悠之口呢，打发了容易，传出去不好听呀。要不，就让他们在外围干粗活，不让他们进内宅来。几个小厮常随的可以留在外面，可是默默女使们，总不能不让他们进内宅呀。哎，打不完的仗。所以嘛，娘子，咱们得吃个全鱼宴，好好补充体力，才能跟他们斗啊。你自己去吃。我
我得睡觉，让我睡觉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不吃晚饭，睡觉啊！哎呀，多睡一会儿。我不睡了啊！我要去吃鱼。走，我们去吃鱼。你们怎么又没催我起床呀？害得我被崔妈妈数落。是姑爷不让我们叫的，他还让我们知会崔妈妈一声，说以后都不必叫姑娘早起的。要改口叫大娘子了，这可不是盛家。我记住了，叫大娘子才有威势。不是我想摆架子，而是不叫得威严一些，镇不住下面那些人。我的祖宗还没梳好妆呢。顾家五房的大娘子来了，说是前日搬家，各房送了些下人，怕咱们不熟，特来给姑娘做个引荐。妈妈，你别叫姑娘，叫大娘子。哎，这时候就别挑这个了。我瞧这武大娘子来者不善，她儿媳也跟来了，连带着侯府送来那些下人们，黑压压站了一院子，个个趾高气扬，斗鸡似的。不像是来拜见大娘子，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姑娘，大娘子可要小心提防着。那日在侯府，这位武大娘子一直不动声色，我瞧着她是有城府的人，一定要谋定而后动。没想到这么快找上门来。好啊，那我就会会他们。崔妈妈，你回禀一声，请他老人家去昭辉堂正厅稍坐，我等会儿就来。是。急死了。吴婶婶安好。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刁妈妈和赖妈妈是你婆母那边的人，田妈妈是4房的人，花妈妈是我们5房的人，余下年轻的女使们，也都是你婆母精心挑选来的。给大娘子请安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们大娘子特意吩咐了。说您刚立府，事儿多，让我们好好服侍。老婆子我呢，算是这群人中管事的。日后呢，他们如有偷奸耍滑、办事不牢的，大娘子您尽管吩咐，老婆子我收拾他们。那好了，现在开始分配差事吧。不忙，如今府里的人来路杂乱得很。我前2日忙着搬家，也没腾出空来细细考察。今儿正好连着大娘子赏赐来的人一起，先询问个清楚，再登记造册，日后再细细盘查。大娘子不用如此麻烦，侯府这些人谁原先做什么，我都清楚得很。我来给大娘子讲一讲，顺手就分派了，对吧？我说什么自有我的道理。我做什么，妈妈做什么便是了。笔墨纸砚，就从你开始吧。给大娘子请安，奴婢明月。这名字不行啊，和大娘子冲了。
回去让你老子娘给改一个吧，何必劳烦老子娘？就叫春月吧。是。今年几岁？18。是家生子还是外头买的？明月是家。春月是家生子，我娘就是赖妈妈，她原是侯府大娘子的陪房，我爹爹就是侯府的。那就不用说了，一会儿问赖妈妈时自然就知道了。以前当过差吗？当过的，我原是被挑选去服侍三公子院里头的。三公子他还常夸我，识不识字啊？识得一些。识得多少？说清楚些。百家姓读过吗？千家诗读过多少？没，只读过些百家姓。可受过什么赏赐？银子、首饰、衣裳？侯府大娘子赏了我好些新衣裳，她叫我过来好好服侍，她还夸我。可受过什么责罚？受骂、挨板子，都为了什么缘由？没有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可都是要按手印的。你以前犯了什么小错不打紧，反正挪新地方。但若将来查出来你撒谎，立刻轰出去，永不复用。春月真的只是在三公子的院里头被管事的妈妈责骂过几回，因我摔碎了她的东西，其他的没有。成了，那你去按个手印儿，回去听信儿吧。是。要用人，自得知道你们有什么能耐，以前都做过些什么，做的又如何。只要你们不欺瞒，不夸口，便能在我这儿做得长久，做得体面。大娘子说的十分有理，外头进来的人自然是要盘问清楚。可是我们几个都是顾家几辈的老人了，大娘子，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问我便是了。赖妈妈，这是你今天第2次驳我了。老奴不敢，只不过瞧着大娘子这法子，有些舍近求远，怕大娘子您累着。我以为长辈送你们过来，是来给我做帮手的，不是来给我做祖宗的。吴婶婶和嫂嫂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别擅自插嘴。你这是要打我的脸，还是要打他们的脸？老奴我没那个意思。成员之内谁最尊贵？是二公子。他管内事儿吗？主君们都只管外头的事儿。谁管内事儿？是您这府里的当家主母。说得好，但凡记不住这一点的，我府里可用不起。我说叶根的娘子啊，可真是伶牙俐齿，小小年纪，赶上衙门公堂问案子。吴婶婶过奖了。听说，陛下自继位以来，还跟吏部要了近10年的百官考绩，依着天子行事，总是错不了的。说的是，说的是。如此做派，并不是要薄待你们，只要你们令行禁止，差事办得好，将来必有封赏。但若是有人胡言不听话的，也绝不轻饶。赖妈妈，我今日说了你2回，你可有不服？不敢，都是老奴糊涂，仗着自己有些岁数，以下犯上。那你说我可有错？大娘子，您自然是没错的。不对，我也是个人，我也会犯错。但我再怎么错，你也不该当众驳斥我。你明明知道我刚嫁过来，此时威严不足，就不能缓一缓，私下规劝我，非要当着人打我的脸吗？
老奴不敢。还有，该你们管的事儿要知无不言，不该你们管的事儿也都把嘴巴闭紧了。咱们将军刀剑无眼，最恨卖弄口舌、搬弄是非的。谁要是犯了这一条，就是我也保不了你们了，懂了吗？大娘子慢走，慢走，只怕是你家主母希望我们快走。大娘子是我们主母的长辈，我们主母还想留您吃饭呢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气都气饱了，怎么还能蜷着肠胃坐在里头呢？大娘子慢走。好厉害的丫头，一个小官家的庶女，怎能有这般见识和口齿？咱们就这么走了，不该盯着他，看他怎么安排人肉吗？人家话茬你没听出来吗？什么该管的不该管的，那是说给赖妈妈听的吗？分明是说给我听的。咱们又不是她的正头婆婆、正头嫂子，却跑到这里来指手画脚、管闲事。我若还不走啊，还真成了没脸没皮的了。媳妇儿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咱们压根儿就不该来。这新婚头一天，他便让大房和四房那两位下不来台，是个厉害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来不过是探探他的底，如今厉害也知道，咱们日后怎么行事儿也就知道。老婆子我自打进了侯府，厨房采买、脂粉头油采买、后园林子看管，还有内院职业管事儿，还有管教新买进的小女使们，这几样啊都是拿得起来的。这是从肥差往清水衙门一路跌到底了呢。这大娘子说笑了。若采买做得好，便不会叫你去看园子；若是园子看得好，便不会又叫你去管小女使们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总在一个地方待不住呢？奴婢记下了。这老婆子原先身子不大好，就是大娘子体恤，不叫我干重活累活。原来如此，幸亏是问了问，如若不然，给刁妈妈分配了一些辛苦的差事，岂非叫您病上加病？这几年呀，老婆子身体已然养好了。刁妈妈自然是忠心的，可是我家主君在外头有个爱兵如子的称号，总不好在家里反而让病弱的辛苦了，这也拖累他的名声。要不您先回家休息吧。奴婢也记下了。不，大娘子，听我说。下一个。禀大娘子，侯府送来的人俱已问完。好，辛苦大家了。等大娘子细细看完你们的履历，过几日再分派差事。是。是谁在那儿？是我。姐姐吓我一跳。书房种地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平日做事情做惯了，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，就自作主张找些事情做。我记得主君吩咐过，他的书房闲杂人等应该不得入内。亏了他今天不在，要是在的话，会一顿乱棍将你打出去的。那要不，我去大娘子屋里吧，我去那边伺候、打扫、浆洗什么的，我也能做。说了让你们等着分配差事，你急什么？是白日在昭辉堂还没有听清楚吗？
你们到这里来，少拿你们过去在侯府当过差来说事。大娘子说什么，你们做什么便是。若是还不懂这个道理，趁早回去。知道了。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待高鬓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